毕竟罗云熙和白鹿的长城于禁很难复制邓伦和杨紫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奇迹。近日，由罗云熙、白鹿领衔主演的《长月烬如霜》正在热播中。可以说，作为开年以来首部 S 加级古装剧，《长月烬如霜》自然占据了舆论讨论的中心。《长月烬如霜》在很多人的讨论中，很多人会拿它来和邓伦、杨紫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相提并论。毕竟，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和相似之处，无论是在投资规模、演员阵容、制作团队等方面，两者都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无论是服化、特效、拍摄技术、后期制作等古装玄幻剧的核心要素，还是三生三世的故事线发展，都是整部剧的主旋律剧本，乃至后来的作品《长月烬》在某种意义上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香蜜。此外，在核心主角层面，罗云熙也是两部作品的关键和灵魂人物。虽然他已经借助香蜜中的润玉一角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罗云熙还是起到了连接《长月烬》和香蜜沉沉烬如霜两部爆款作品的新兴桥梁作用。不过，从目前的整体开播情况来看，几乎以对标香蜜为蓝本的《长月烬》未能复制当年香蜜的轰动效果，整体口碑也不如香蜜。后者，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一方面，由于古装题材作品整体环境普遍下滑，套路化的制作模式让观众产生观剧疲劳，关注度自然下降。但更为关键的其实是《长月烬如霜》的内因。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母书是网络作家点仙的同名小说《香蜜沉沉烬如霜》。细细分析这两部原作小说，其实可以发现，相较于续奉和紧密开头的爱情线，香蜜的创作由浅入深，一波三折，新痛苦而非凡的爱。长月烬如霜以斩恶白骨、除恶扬善、扶持正义为基调结构，增添了厚重感。男女主之间的爱情线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共鸣。另一方面，在香蜜中，续奉与紧密的感情从初相识到重回天庭逐渐升温，幽默、轻松、活泼，进一步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俩随后作品将误杀的续奉作为紧密的至亲，整体氛围开始变得紧张和对立起来，两人的关系也经历了最大的考验，一个灵魂激荡人心的爱情赞歌在高潮中被渲染到了极致。从这点来看，《长月烬如霜》无论是剧本还是故事的实力，还是比不上香蜜。核心男女主角方面，相比邓伦和杨紫，罗云熙和白鹿的角色塑造能力在整体表现上也有所欠缺。尤其是罗云熙饰演的澹台璟与邓伦饰演的续奉相比，在人物亲和力、感染力、多才多艺方面，过于瘦弱的罗云熙还有不少差距。也正是基于以上，《长月烬》虽然在规格上已经超越了香蜜，但剧本的质量、核心演员的实力等，都让它难以超越香蜜。香蜜营造的古装爱情奇幻高度。02网传《香蜜2》已经开拍，一男二全换，女主就是出演《梦花录》的她。好不容易等到《香蜜2》开拍，主演都换了。本来《楚乔传2》开拍大改，原班人马不再出场，已经让原剧迷们不满了。于是，他心心念念的《香蜜2》也面临角色转换的问题，这无疑是在原剧迷的心里捅了一刀。香蜜沉沉烬如霜当年一波就火了，服装道具、演员的演技、精美的特效、强大的画质都是加分项，堪称仙侠剧的良心之作。杨紫的紧密、邓伦的续奉、罗云熙的润玉都是经典。可惜这些原班人马已经不在剧组了。据说《香蜜2》的男主是由龚俊饰演的，龚俊近年来出演了《醉玲珑》和《山河令》，如果演男主，说不定会让观众眼前一亮，不会让人失望。男二润玉由饰演《陈情令》的小星辰饰演，他的名气没有罗云熙那么大，长得也还不错，是个阳光男孩。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润玉这个角色诠释好。最受观众关注的女主紧密由出演过《梦华录》的宋银章林允饰演。林允这几年拍的电视剧不多，古装好看，但演技还有待提高。杨紫的紧密已经很难超越了，不仅演技好，呼戏的代入感也太强了。有杨紫的宝珠在前，如果让林允来演紧密，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观众是否满意是另一回事。
想要拍出好的续集，原班人马必不可少。不知道没有杨紫、邓伦、罗云熙的《香蜜2》能否延续《香蜜1》的高收视率？作为原剧的粉丝，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如何看待《香蜜2》的角色转换？03，长月烬原来不仅是罗云熙和白鹿，还有香蜜沉沉烬如霜。长月烬如霜播出后，网友将罗云熙与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版进行对比，发现罗云熙比润玉版苗条了很多，而润玉版更好看。香蜜沉沉烬如霜刚上映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名字的意思，觉得太难写了。但是上映之后，几位主演都火了起来，而罗云熙饰演的润玉更是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虽然后来被黑了，但没有人对他有任何怨恨，反而对他充满了同情。时隔这么多年，罗云熙再次出演古装剧，画面上可以看到罗云熙瘦了很多，但是在原著中却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他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恩惠，他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甚至被扣为人质，最后被迫背井离乡，和丫鬟住在一起，衣不食食，谁都怕他避而远之。罗云熙却想让这个性格一点点改变。然而，当明夜出现在荧幕后，大家对罗云熙的印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心系天下苍生的仙界战神，形象可比澹台烬好太多了。此外，罗云熙的打斗场面更是流畅，光是仙魔大战的场面就拍了整整1集，特效更是惊艳。不少网友评论，这才是真正的仙女，希望以后的仙侠电视剧能效仿长月烬如霜。大家都知道这是白鹿和罗云熙的第2次合作，所以两人进入角色的速度非常快，配合的也非常好。亲吻的时候，两人都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的害羞，两人的配合真的是非常的好。除了白鹿之外，罗云熙在这部剧中还有好几个角色，其中一个就是赵圆圆，她的戏份很少，甚至一句话都没说，但她并没有忽视女2号转身，她变成了一个化了漂亮妆的女2号。很多人知道这个 Luna， 是因为她曾在《半世蜜糖半世伤》中饰演 Jonah 一角，也是两人的老相识。第2张熟悉的面孔是《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穗禾公主。王一菲在《长月烬》中饰演3怪之一的司英，一头白发格外惹眼，武打场面也很精彩。剧情一开始司颖就出现了，想必以后还会有很多剧。当年在《香蜜》中，穗禾勾结润玉，说要帮润玉统一6界，就是为了挑衅锦觅和旭凤。没想到这一诺言在《长月烬》中兑现了，网友们纷纷调侃何穗是个勤快好员工好老板。而这次的完美合作也让香蜜在《长月烬》播出后成为热门话题于禁。第3张熟面孔也是来自香蜜，此次何中华出演了《长月烬如霜》，他饰演一个心狠手辣的昏君。从香蜜开始，天帝就对他毫无好感，而如今圣王却处处要置澹台烬于死地。在《长月烬如霜》中，熟悉的人不在少数，比如桑莎的父亲、李素素的父亲、叔叔、李素素的亲生父母，甚至还有余波、郑国林等人。他们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工作爸爸。一部电视剧的成功，需要全体剧组的齐心协力。长月烬即将停产，热度肯定会下降。优酷有那么多好看的电视剧都被挤掉了。这系列的节奏真是让人啧舌。